会，买衣服去了。啊，你就非要跟着我出来吗？我不放心，如果别人都看你怎么办？这俩人走在大街上也太招摇了，我可不想在假期的时候还遇到同事，尤其还是约会的人。舞会上会来数不清的变态，你也不用这么夸大其词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得穿得低调一点。你们走在这里就已经很高调了，好吧？我亲了队长。什么？万一在浴室晕倒怎么办？不行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。啊，这是舞会的名单，似乎是会来不寻常的宾客呢。看啊，是乔治亚娜公主，圣亚里斯皇室最受宠爱的公主。如果她想要天上的星星，索尔特公爵都会为她摘下来。尤娜呢？她跑到人多的那边了。喂，你听说了吗？这次舞会里好像邀请了黑泽尔波尔金公爵。那不是上次在城堡里那个，还是和之前一样自大。听说他曾经徒手拧断人的脖子，还有人见过他越传越离谱了。那你有没有听说过某位贵族吊死在家里？听说是自尽，怎么可能？那可是6米高的房梁，还被人用鲜血写的字。出现那样的事儿，说不定和那个可怕的人有关。毕竟很多年前发生过那样的事儿。得了吧，某些方面黑泽尔说这些人的话也没错。说到这个，还以为他会来呢。开场舞结束了，我有幸见过公主，不知道公主是否还记得？公主，请和我跳支舞吧，我来自维尔利家族。请公主赏脸和我跳舞吧。我不会跳这首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请让一让。公主殿下，我衷心的为黑羽的到来感到高兴。能前来为您庆祝生辰，是我们无上的荣幸。我能邀请您跳支舞吗，加兰先生？没想到你真的来了，你还是和我印象中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公主殿下倒是变了不少呢，没想到会找我跳舞。更漂亮了吗？感受到那些被拒绝者的视线了。对不起，你没有舞会的通行证，您不能。请进吧，先生。公主特意嘱咐过，那个人可能是黑泽尔博尔金大人。舞会上一个漂亮的长发男人，又喝了酒在四处耍酒疯呢。加兰，他先是在舞会上讲冷笑话，然后四处借别人的帽子戴，后来还跑到喷泉里游泳。你说的是后花园的喷泉？没错。我还以为我要被呛死了，你可真是个大好人。遇到一个疯子。天怎么黑了？人呢？黑羽的队长很忙啊。尤娜，你怎么不去玩了？当然是来看着你。上次的事怎么样？喂，你那是什么表情？对我提出的意见不满意吗？虽然邀请你参加了舞会，然后就没有理过你了？是啊，我想我或许是被讨厌了。青青居然当做什么都没发生，我看是需要下点猛药。你要这样，那样。什么？尤娜？啊，那不是黑泽尔先生吗？真是吓死人了！他的怒火好像要实体化了。那个方向是……时隔这么多年，没想到我们还能在露台这样轻松的聊天。本来以为会是场无聊的舞会呢。这是我的荣幸，公主殿下。你用不着这么拘束。能够亲眼见证曾经救过的人过得很好，这是黑羽存在的意义，也是我来舞会的原因。说起来，最近的确遇到一些让人烦恼的事。哎呀，嘿，好久不见呀，哥哥，你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舞会，我感到很荣幸。真是抱歉，打扰了你们的聊天。你会留下来吃晚宴吗？赛奇他们也好久没看见你了。我还有事，就不多做打搅了。这样啊，难得的一次见面就这么走了，真是可惜。怎么当着别人面就……愉快的时间总是那么短暂。我是来带走我的人的，回见。喂，才这么一会儿就闻着味儿找来了。不是不认识公主吗？怎么回事？你是不知道，
那是个多恶劣的家伙，仗着自己有一副天真的外表，被人宠爱，只要他看上的东西就必须得到。我从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。那就送给公主殿下吧。啊，蝴蝶飞走了。那是因为蝴蝶长了翅膀呀，公主殿下。这样就不会飞走了。啊，这么一看，和普通的虫子没什么区别了，去扔掉吧。后来，他的占有欲和控制欲蔓延到了同类的身上。乔治亚娜为了满足他的癖好，建了一个庄园，专门放他抢夺的东西。你是不是多多少少带了夸张的成分？如果这是真的，皇室的精神状态难道是家族遗传？你不就喜欢我这样的吗，加兰大人？说完这些无聊的事，该补偿我了。什么前言不搭后语的话？你的最终目的就是这个吗？我都不知道加兰大人那么擅长跳舞。大家都在讨论你和乔治亚娜刚才那支华尔兹呢，怎么就不和我跳呢？我有原来是生气了。一曲吗？我都说了，我不怎么擅长跳舞。你有听说过那个吗？什么？跳舞要像没人看你似的，想象你是一只平底小船，风平浪静之际，你就通过两桨在水波之中滑行，你随着水波上升或者下降。但愿我是个好舞伴。那不是和公主跳舞的人吗？他是在和谁跳？是两个男。他们两尤娜个好配啊！副队在和黑泽尔先生跳舞。这也太肆无忌惮了吧！你怎么临时改变主意过来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这是舞会的名单，似乎是会来不寻常的宾客呢。名单里有个叫兰卡斯特的人，他是传说中圣亚里斯的珍宝，拥有预言能力的人。预言家？他是传言中可以预见未来的人，很多人找到他，希望得到神的启示。某次，他帮某个国家的国王预言了即将到来的灾祸，却被赶了出去。从此之后，他游历于各个国家，不问世事。之后，几乎再没有人见过他了。不知道长什么样，那怎么找？他有一双特别的眼睛，一只瞳孔如同木叶黑暗，另外一只瞳孔则是亮如白昼。那你找到了吗？和你说了也没用，因为今晚你忙着和公主跳舞呢。你踩我？我又没学过跳女步，真是抱歉啊！不满意就去找别人啊。哎，怎么突然就不跳了？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？你怎么又？你生气的表达方式是不是太单一了一点？这可是舞会，万一被人发现了是什么后果？既然这样，我们可不能被人发现啊！你觉得我是在和你开玩笑？需要酒水或者甜点吗，先生？快回答他呀，加兰大人。不，什么都不需要。是，如果有需要，就在前面的桌子上。别紧张，他已经走了。现在是我们私人教学时间。啥？你打算在帘子后面练习舞步？我们要学到你不会踩到我的脚为止。就像这样转个圈，然后回头，不要拒绝你的舞伴热烈的吻。你当我是弱智吗？说真的，我第一次觉得古典宫廷舞很有品味。有烦人的家伙出现了。我觉得香槟就要搭配鹅肝酱，和甜品好像是强行配对。你们好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我们是跟着旧时的贵族进来的，你们知道的，我们当了很久的通缉犯，其实来舞会是很冒险的做法。加兰先生呢？他们刚才去跳舞了，可能一会儿会过来。那么之前那个，我听副队说他改名为萨迪了，而且还长高了，有没有超过我呢？哦，他就在这里啊，来啊！什么？虽然长这么高了，却还和之前一样害羞。你们打算留在这里吗？好像一个大型犬连在身上。旅行一段时间就回去。又是影子，逃走了。不用费那个力气，它可以钻入任何物品的影子之中，即使抓到它，也不会对操纵它的本体造成任何伤害。又是这种黑色的东西，
他们一直觊觎你的心脏，一直在你周围出现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你把手套给尤娜，然后让他们注意一下附近的情况。我要在这周围搜寻一下恶魔的踪迹。你怎么还不去下属？你这是什么馊主意？你这不就等于把一块肉塞到别人嘴里？要去追他们，也该是我来吧。你要是实在想我，再出来找我不就行了？你想得美。没有感受到附近有恶魔的气息，看来是暂时走掉了。又是你，你没事在草丛里爬？这是亲近大自然的一种方式，先生。事实上是他有一双特别的眼睛，一只瞳孔如同木叶黑暗，另外一只瞳孔则是亮如白昼。你是预言家兰卡斯特？哦，是你啊！看来你没有醉得很彻底啊，醉汉先生。要找这样的人预言，我看我是疯了吧？啊，等等，请拿好这个，喝下它就能看到2天之内发生的事。不久之后，你一定会用到它的。嘿，派上用场之后，你就会着急的找我，到那个时候，我就会如天神一般降临。我看我还是走吧。得，这是互惠的交易。未来的某天，我也需要你的帮助，事关你情深眷恋之人，你要为他考虑清楚啊。什么？乔治亚娜让你过去找他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你当时冲过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，我们什么都来不及说。你往右挪挪。难道你还想和他交流感情吗？呀，好大的风！露台好冷啊，加兰先生。冷？给你我的外套，公主。不是这样的，加兰先生，我只要你抱紧我。你在想什么呢？而且我为什么是个杯子啊？不要去玩弄我的夜宵。他到底和你说了什么？当时啊，最近的确遇到一些让人烦恼的事，机缘巧合之下，我得到了一本书。从那天之后，开始发生奇怪的事情。什么得到一本书？我看根本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抢的吧。喂，这根本不是重点吧？希望你别忘了你的承诺，加兰大人。你需要一个镜子来看看你笑得多吓人。这个我帮你穿，还是自己穿？你就不能做点正常的事吗？这种东西不该出现在做饭的时候吗？这倒也没错，不过我现在就想吃。美味佳肴就在眼前啊！我们黑羽的加兰大人一定会信守承诺吧？那我还是去当一个出尔反尔的人吧。晚了。这件衣服很适合你，不会是气哭了吧？感觉比光着身子还让人害羞。感觉很好吧？加兰大人总是口是心非呢。不过美味就要去餐桌去享用。你打算和鸵鸟一样，一直把头埋起来吗？烦死了！一起享用这个蛋糕吧。够了！等等，再后退就要摔到地上去了。我自己来。好啊，如果你想的话，请随意。放松。好了吗？我来帮你吧。不，都说了，我自己来。你这样让我怎么等下去？你什么时候停下？说好的让我来呢？
进门的路修得这么长，恨不得把花园绕一圈，就和他本人一样浮夸。既然这么困，就回去算了。还不是因为你这几天……什么呀？没事吧？我给你揉揉。走开！打扰了，已经到了，先生们。欢迎两位。您好，公主殿下，黑羽接到了您的委托，今天前来拜访。不过我隐约记得，我只邀请了一位贵客呢。是我和公爵大人说了这件事，他也想过来看看呢，或许撒谎很能帮上什么熟练啊。两位还真是关系匪浅呢，带两位去花市吧。请跟我来，尊贵的大人们。我们是来工作的，你可别带什么情绪。当然不会，我是不会记得你和他一起牵手跳华尔兹这件事的。在那之后立刻就和你跳舞，还唠唠叨叨的嘛，没完没了，烦死了。我看信函上写的并不清楚，请详细描述一下您发生的事吧，公主殿下。你好像比上次见面憔悴了一些，加兰先生最近是没休息好吗？他很好，比起这个，你还是直接回答问题比较好。怎么说呢？那是一段神奇的经历。打开它。是殿下。这本书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，是我前不久从一个收藏家手中获得的。我是被封面的漂亮织金图案吸引的。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？只有序章，并没有内容。能看出什么吗？什么都看不到，你最好先别碰。那是一个平常的夜晚，我即将就寝的时候，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什么都没有，公主殿下。谁？去看看。我想叫侍卫，却被楼梯尽头的鞋子吸引了目光。殿下，神是鬼差的，我穿上了它。我们尽情地跳舞，一支接着一支。我的余光瞥见了我的2个仆人，他们也在这里。我沉浸在无际的欢乐之中，他们好像对我说了什么，但我无暇留意，精疲力尽，直到鞋子磨坏才停下。第2天醒来，还以为是梦呢，直到我看到床下破掉的鞋子，我正想伸手拿，它发出哗哗哗声，就那样凭空消失了。那些你跳舞的女仆在哪里？我想从她们那儿再获取一些那天晚上的见闻。她们呀，那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们。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3次，每次都是舞鞋出现。我穿过一片金子般的树林，愉快地起舞，直至天明。紧接着，仆人们一批一批地消失了，每次都是这样。然后书上就会多出一些字，像是在记录我梦中的经历。内容会发生变化。公主殿下，你是从哪位收藏家手里买到的？在爱索门街，一个绰号叫地鼠的人。我还是看一下这本书吧。啊，我来。我怀疑乔治亚娜的真实目的，如果他的目标是你呢？得了吧，我又不是什么万人迷。他一定是想对你这样，然后再那样。可恶！那根本就是你在想的事吧？你好，去爱索门街。怀疑的话，去看看不就好了？发什么呆？要我扶你上车吗？怎么？你最近好主动啊，加兰大人。先生，别理他，请走吧。这么破败的街道，人员又杂乱。是啊，那位文雅的公主常常光顾这里。122号，我们到了。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里还卖钓竿？钓线是马鬃做的，鱼竿上的标牌是已经停产的牌子。这个钓竿有一定年代了。什么？现在是该办正事的时候。老板，橱窗里的鱼竿打包送到布里街。我都说了，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。你好，请问是地鼠先生吗？我们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这里，我对你们这里出售的古董书籍很有兴趣。你什么时候？趁你转身出店门的时候，我就和那个地瓜说了。他叫做地鼠。你这里所有这样的鱼竿都打包送到我说的地址去。虽然嘴上说不要，实际上很喜欢吧？才没有呢，一点也没有。可惜今天毫无收获。这些东西不知道转了几手，找不到最初的卖家也是预料之中的事。还损失了一笔钱。愧疚的话，就亲我一口作为补偿啊。你少油嘴滑舌了。难道你这几天还没？接着说呀。
干嘛停下来？你这样红着脸，让人更想去欺负了。你，在写什么？那本书的目录我都背下来了。怪不得会让乔治亚娜念念不忘呢。这么聪明的加兰大人。如果你这么闲，就去把你的猫抓坏的窗帘补一下。买一个新的不行吗？不，我就要原来的。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童话书目录。我记得第4章的字迹颜色比别的章节新很多。那本书后面多出来的内容与公主的梦是同步的。穿过一片金子做的树林，去和王子跳舞。这本书希望高贵的公主成为自己的主角。这书的眼光还真差。这不是问题所在吧？波尔金家族的血管里除了血液外，还流淌着一些傲慢、偏执和疯狂。乔治亚娜的话有撒谎的可能性，你不能100%把她的话当真。对了，你听说过厄菲阿尔特吗？那个我只在资料中见过，长着8颗脸、鸟翼的，可以让人在睡梦中窒息而死的妖怪。那只是传统资料上的内容，实际上是让人在梦魇的快乐中死去。或许这本书也是类似的情况。你怎么总是知道这些奇奇怪怪的事？按照公主的说法，在她身边的仆人都被这本书吞噬了。可是这是她编织梦境的力量来源吧？当务之急，我们得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行。你想跟着她进入书里去？目前看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吧？可是这也太反正你也会和我一起去的，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可是我的……什么？收拾收拾，明天出发吧。哼，迟早要你亲口对我说出。因为那个鞋子出现的时间是随机的，我们得一直看着你。你们打算和我一起进去，我倒是没什么意见。但是如果你们和那些仆人一样一起消失呢？这就不是你需要操心的范围了。好凶！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他还是个孩子。你没看到他光打雷不下雨吗？公主的生活还真是无聊，你们的贵族每天就干这些事吗？我才不是这种废物。两位，共进晚餐吧。根据之前鞋子出现的频率，很可能就在这几天了。很抱歉，在鞋子出现之前，我们可能要一直待在这里。这也是我乐意的事，我很开心能和加兰先生待在一起呢。有你的保护，我很放心。麻烦让一让。希望你能搞清楚状况，我们来这里是来办事的，可不是让你来揩油的。今天吵多少次了？正是需要保护，才会靠近可靠的人呢。别吵，鞋子出现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除了你压到我了。我扶你起来。对于这本书来说，你可是大步啊，加兰大人。公主呢？大概是到他那个全是王子的第4页去了，我们可能和他不在同一个章节。你怎么不看好他？这种情况下，我当然是要抓住你了。在这里呀，和我来，我亲爱的孩子。孩子是对着黑泽尔说的。我先和他出去，你在这里等我，别乱跑。我亲爱的孩子，我知道你喜欢那条漂亮的围裙。如果不按剧情来，一点也不喜欢。我亲爱的孩子，看样子不顺这个故事的剧情演下去，去，他就会一直这么重复说下去。没错。听好了，今天深夜我会拿着斧头把他的头砍下来。你睡觉的时候往里缩，然后把他往外推。好，好，好。能听到他们的谈话。我们现在是在挚爱罗兰的章节里，邪恶的继母女巫和她的亲生女儿为了得到妓女手中的围裙，商量半夜害死妓女的计划。善良的妓女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她把坏女儿推到床边，继母砍下了自己亲生女儿的头颅。现在我是故事中拥有围裙的善良女儿，黑泽尔则是那个和继母商量杀我的坏女儿。这本书是故意的吧？他为了让我们自相残杀。怎么出来了？不是说在这里好好待着吗？我们必须沿着故事的走向，不然故事就会一直重复进行。按现在的剧情，他想让我们自相残杀，我们要找到解决的方法。一个围裙，也许就和那个鞋子一样，是展开故事的关键。难道是要你穿上它吗？一定还有别的线索。
如果能遇到被困者，救出他们的话更好。果然，这里有很多前辈。我要去斯诺斯一趟，大概要1周的时间。其他成员的安排呢？大部分都在任务中。尼尔呢？他还在资料库整理资料。我听说副队收到了公主的邀请。副队他们早上报备后已经过去了。那个任务，他们2个人就去了。副队说可以解决。算了，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。如果他们3天还没有消息，就派更多的人过去支援。是。夜深了，夜深了。邪恶的女巫砍下了自己亲生女儿的脑袋。天空的字又出现了。这里的一切撕开都是纸做的。我们用床单包裹住了人类的骷髅，滴了几滴自己的血，蒙混了过去。这本书也太不严谨了。可这样也算顺应了这本书的意愿，按照他所希望的剧情走下去。我想想后续，女孩从床上爬起来，去找她的爱人罗兰。女孩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罗兰，求助于他。罗兰给爱人出主意，你要把女巫那个魔杖拿过来，不然她会用魔法追我们。我们就先去找罗兰，再寻找破坏剧情的机会。说话归说话，手为什么要一直握着？当然是防止之前一样。那也不用这样十指相扣吧？我一扭头你就消失了。我的人呢？他来到一片沼泽地，他不想弄脏自己的鞋袜。是因为那个妓女的角色不在，把我扔出来了。我要把这本破书撕成碎片。黑泽尔，亲爱的，这个称呼难道是女孩的爱人罗兰？劫后余生，女孩希望得到爱人罗兰的抚慰，她的双唇在女孩娇美的脸庞上抹上嫣红。接下来不是该给我出拿走魔杖的主意吗？怎么和原本的剧情不一样？他们交织在一起。这不是童话故事吗？怎么会有这种情节？来真的！殴打书中的角色会算破坏规则吗？会不会造成某些无法预料的后？我的爱人，这个人的脸是一层层的纸，身体好像不听使唤了。就算是再帅的人和我跳舞也坚持不住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接下来只要闭上眼睡一觉，就能回到现实。怎么还在丛林里？路上遇到了一片沼泽，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新裙子和鞋袜。那个故事是，有个性格恶劣、傲慢的少女，她的母亲辛苦烤了面包，让少女送给她的祖母。路上遇到了一片沼泽，她不想弄脏自己的新裙子和鞋袜，她把面包放在地上，打算踩着面包走过去。可是她刚踩上去，整个人就跟着面包一起陷入沼泽中。女孩坠入黑暗的深渊，饥饿的痛苦侵蚀着她，她的灵魂和身体变得千疮百孔。在痛苦中，她深深懊悔，她祈祷能得到救赎。随后，一束光穿透深渊，射在她身上，她化作一只鸟儿，飞出了深渊。总之，就是不要浪费粮食的故事。不能吃异界食物，否则会永远留在这个地方。这基本是各个异界不成文的规矩。女孩随着面包沉下去，地下的恶魔用绳索怎么缠绕着变情色故事了？偏偏不听你的。你来了，孩子。这么多面包，得来多少次？我才没时间进行这啰里吧嗦的故事呢。出口在。难道你也是外界的人？把我刚做好的又面包变成刚才交给你祖母的样子了。把我刚做好的面包交给你祖母。他在看壁炉，那里有什么东西？把我刚做好的面包交给你祖母。如果让他知道我见色不救，又要生气了。来吧，动不了了。相信你跟我一样迫不及待，我会给你这是反抗书中剧情的后果吗？难忘的夜晚。怎么办？一定会有办法。疼痛好像能找回一点知觉。有用，他好像不动了。
我美丽的爱人。再咬，舌头都要掉了。还在动。你怎么样？这血是怎么回事？大概是太着急了，都是我自己咬的。我发现这样能换回一些身体的知觉。你在对不能动的人做什么呢？吓死我了！啊！哇哦！怎么门外都是人呢？都是替你救出来的。等出去之后，好好想想该怎么感谢我吧。后面那几个，盖了1个月糖果房子的，跑了1年面包的，和那个大脸女巫，他们待得太久，样貌都被书改变了。你干了这么多事啊？谁让你当着我的面变成面包了？又不是我要变的。你现在动不了。可是为什么你能动？谁知道呢？这里的规则对我无效。到下一个故事，这本书对你的控制应该就会失效。这个故事没有角色存在了。这里穿越的出口是在床底下。床底？这个地点还真是随便。等等。啥？该走了。我真是受够了，赶紧跳！你们随意，别再变成面包了。你怎么才来？开个玩笑，公主，尽情的跳舞不好吗？我还以为被你这本破书耍了呢。怎么可能，公主殿下，我们可是有契约在身的。我依靠您带来更多的养分，为此不惜破坏书中的剧情，甚至让危险的人物进入书里。他们总粘在一起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不管怎么样，你最好牢记我们的约定。等等，我能动了，快放我下来。怎么样？我很好。真的好了吗？怎么手指看起来还是软趴趴的，胳膊也是软趴趴，要不还是抱着吧。都说了已经好了。试试你是不是在逞强。疼死了！你们刚才就是从这里来回穿梭的？没错，这些蛛网一样的东西连着各个故事的通道。可是这么多个，我们看到目录只有几个小故事。或许有什么隐藏篇章，人类进去其中才能让他的故事生效。上面是什么东西？不用害怕，看样子他们对我们不感兴趣。我们尽量小声，不引起他们的注意，请跟紧我们。好。连书中的书尸都养这么大了。12个公主，就是这里了。走吧。大战章，其他潦草的故事那么简陋，这个故事明显不同。甚至肉眼已经分辨不出来，这些是不是外来的人。手好痛。忍一忍吧，万一你又背着我变成面包了呢？那是我要变的吗？盖着衣服，有种自欺欺人的感觉。不过，真不可思议。怎么了？你不停地往后看那些人，是不敢相信我救了那些人吗？人也是多面性的嘛。做得很好。国王宣布，如果有人找到公主去了哪里，就可以娶公主，并且继位；但如果没有查清楚，就会被处死。这些人是书中的角色，还是从现实世界来的？你们也会去找公主吗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放着这么快乐的日子不过。什么意思？他这算自愿留在书里。现在我们掌握的信息是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功找到公主的人。如果寻找失败了，那一定是死路一条。啊，那我们是不是还不如留在这里？那些人不是也在这里过得很好吗？我们需要对这本书有更多的了解，比如它原本的主人是谁。从前有一位国王，他有12个貌美如花的公主。每天早上起来，国王发现公主们的鞋子都磨破了。国王想知道她们去了哪里，国王就发布了全国通告，寻找可以找到公主的人，开出了丰厚的奖励。故事还是那样的故事，但这些表面的和谐平静，一定是通过一定的代价获取的。
管他呢，不管怎样，先休息才能应对明天的事。你这个样子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我需要你的保护啊，嘉兰大人。这么危险的环境，我要抱着你才能睡着。我看是你比较危险。被子也是指，短期内我可不想看到这种东西了。你又不是来度假的，这里也不是真的童话小屋。今天和他们的谈话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我好像来这里快要1年的时间了。1年之前，我还在皇家专供的面包工坊做工，我烤的黄油面包又香又软，很受欢迎呢。这种单调的款式在贵族中早就不流行了，吃黄油牛角都是10多年前的事了。而且那个工坊后来倒闭了。正是这样。你们服务的大部分是哪些贵族？那可太多了，面包几乎所有人都在订，经常是供不应求的。哦，对了，当初我过去的时候，阿卜杜勒、班克罗夫特、马奥尼他们在举办一场聚会。但是据我所知，阿卜杜勒伯爵已经死去很多年了吧？没错。